大国梦盘桓在印度几代人脑海中的宏伟梦想。自1947年独立后，印度历届政府均毫无例外地把实现大国梦作为国家的根本战略。追求国家发展本是任何一个国家的基本权利，宣扬大国梦想更是没有任何不妥之处。但印度人大国梦想道路上偏偏处处掺杂着复杂的中国情景，字字不提中国，国家政策却处处针对中国，找中国的麻烦，似乎成了印度对华既定国策。印度的大国理念由来已久，其根源于印度几千年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古老的印度文明培育了印度民族的自信心和自豪感，而由此衍生的大国情结也在印度人民心中开花结果。尼赫鲁本人曾这样描述印度的大国梦：执掌印度后，他将印度人对全球大国梦想的追求归结为印度历史与精神的内在产物，他自认只不过是这一政策的代言人。而推动印度人追求大国梦的另一原因在于近代遭遇的殖民历史，其古老文明在被英国长达200年殖民统治后产生了一定的自己反应，认为西方大国之所以可以在这个东方古国为所欲为，就是因为印度不够强大，在西方主宰的国际体系中没有地位，因此印度一无是处。自那时开始，印度的大国情结已扎根于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不仅是政治家的意愿和国家的意志，更是全体印度人的心声。所以高度的民族自尊心与自豪感，执着地谋求世界大国地位，成为印度必须达到的目标。而系统性提出印度大国梦的正是尼赫鲁。1944年，他当时正被英国殖民当局关押在狱中。作为印度独立运动主要领袖之一，他认真思考了印度辉煌的历史，正在经历的现实，并对未来独立后的前景进行了畅想，提出印度必须做一个有声有色的世界大国。不仅是尼赫鲁，印度上层精英社会也普遍认为印度生来注定不凡。印度获得独立后，尼赫鲁随即在制宪会议发表演讲，我们的主要目标是要把印度人民的生活水平全部提高起来，在心理和精神方面，当然还有政治和经济方面，要把印度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统一、受国际社会尊重并发挥重要作用的世界级大国。尼赫鲁首次并详细描绘了印度梦的美好蓝图。尼赫鲁由此成为印度全球大国梦的最主要设计师，也是实现这一梦想的最重要领导者。为了实现成为世界级大国的梦想，印度的几代政治领袖都做出了巨大努力。冷战期间，由尼赫鲁所开创的印度外交，使印度在冷战时期的全球政治中获得了远超其实际国力的地位。冷战结束后，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军事能力的稳步提升，区域和全球外交的渐入佳境，印度更加坚定了其走向全球大国的决心。怀揣大国梦想本身并没有值得诟病的地方，但让人无奈的是，印度大国梦想的提出与践行却掺杂了太多的中国情节。尼赫鲁在《印度的发现》一书中信誓旦旦地表示，要将印度建成有声有色的大国，其宏愿之远大让人钦佩。但书中随处可见的中国痕迹又让人颇为无语。该书多处反映尼赫鲁在某种程度上是比照中国来设计印度的大国梦的。在给女儿英迪拉的信中，他也时常把中国与印度相提并论。上世纪中叶，随着国际体系陷入美苏冷战，通过充当第三世界的代言人，印度的国际威望在50年代前中期如日中天。此时的中国是印度结交的对象，是借以联合对抗美苏、提升印度威望的天然盟友。印度的确由于中印友好关系，在国际上，尤其是在与中国有关的国际活动中风光无限，比如组织万隆会议、调节印支战争和斡旋朝鲜战争等。然而，印度对中国的支持一开始就渗透着中国情节。比如，印度支持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是出于以联合国机制来约束中国并凸显印度声音的需要。中国进入联合国是符合印度的利益，因为只有这样做，中国才会遵守国际组织中达成的协议。印度政府曾这样说过。简言之，印度此时已开始将中国视为潜在对手来加以防范。又如，在1954年两国达成的有关中印边境问题协议中，印度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但条件是中国接受印度为喜马拉雅以南的首要大国。而后，随着美苏冷战渐入僵持，印度成为两国拉拢的对象。有利的国际环境使得印度的大国梦迅速发酵，其西藏情节随之膨胀。尼赫鲁并不满足于西藏成为中印之间的缓冲地带，西藏成为大印度帝国的一个土邦才是他的心声。甚至新疆、四川、云南等地也成为印度政府觊觎的沃土。印度在西藏问题上的态度变化，恰恰反映了当时印度对华外交存在着既想联合又不放弃控制西藏地区的企图，这不可调和的矛盾。不过，尼赫鲁的纠结并未持续太久。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爆发，
中国帮助印度做出了选择，也彻底击碎了这个无知国家的幻想。中印一战打得印度国际地位急剧下降，并催生出后来的印苏结盟。对华的军事失败逐渐演化成一种悲情，并成为印度复仇的动力。中国由印度的天然盟友变成了北方敌人，中国也就此成为印度大国梦道路上最大的拦路虎和假想敌。为谋求发展抗衡中国，印度一度抛弃了实干兴邦的道路，而选择效仿日韩等美国拥趸，彻底走向了拥抱西方世界、坚定反华的道路，并将中国情节彻底贯彻了下来。1991年5月，印度爆发了严重的国际收支危机，现实的危机迫使印度人从大国梦中惊醒。为修复在周边邻国的形象，印度提出了所谓的睦邻政策，即印度愿意向南亚邻国无条件提供援助，以营造南亚良性互信环境。这一政策的本质在于防止外部势力介入南亚，只是这一手段较为隐蔽，更容易博取邻国的信任。在印度与南亚小邻国实力悬殊的背景下，印度认为自己这一招或许能让南亚国家接受自己的大国地位，而无需依赖外部大国的介入和扶持。所谓的外部大国，重点指的自然是中国，也就没有什么借口介入南亚事务了。这就是该政策暗含的玄机，也渗透着印度决策精英对中国的警惕。再到冷战后，印度失去了苏联这一靠山，却得到了崛起的独立空间和追赶中国的契机。印度的经济，尤其是软件产业，在90年代取得长足进步，这再次触发了印度人心中压抑已久的世界大国梦。然而，由于中国的表现更加抢眼，困扰印度大国梦的中国情节又浮出水面，其表现就是中国威胁论。如果说90年代以前，印度对中国的敌视受到1962年战争阴影和冷战思维的影响，那么冷战后印度感受到的中国威胁似乎更加真实凸显了印度对中国打心底里的排斥和恐惧。中国经济增长令人印象深刻，中国军力的加强也让印度担忧。中国雄心勃勃地追求其在亚太地区的大国地位，同时通过加强其海军投送能力和在东南亚、印度洋建立军事存在，使中国成为海上强国。这一切都在触动着印度敏感且脆弱的神经。但殊不知，在中国实现自强崛起的道路上，印度从未被视为一个对等对手。说白了，中国连看印度一眼的心思都没有，但奈何将自己高高捧起的印度却不这么认为。比如，中国与巴基斯坦友好往来，本是中国构建安全稳定周边环境的一环，并非为了牵制对抗印度。甚至于，中国实际上还默认了印度在南亚的大国地位。对待南亚争端，中国自90年代初开始，逐渐从偏袒巴方转为在印巴冲突上采取中立。这种转向在印巴实力悬殊的前提下，无疑有利于印度，一定程度上也是中国对印度大国实力的肯定。不幸的是，印度过分关注其大国梦，而曲解了中国的意图，这在1998年印度核试验时发展到极致。1998年5月的印度核试验为的是实现世界大国梦。一些印度战略家声称，拥有核武器会使中印站在同一水平的竞技台上。更有一些人提出，研制核武器的直接原因是受到一个1962年武装侵略印度的核国家的威胁。核试验外交的表象是印度迁怒于中国，而在深层则揭示了印度人的中国情结。中国是其核武库规模的对齐基准，也是其所追求的大国地位的参照系。发展规划一字不提中国，但又处处体现中国的影子。俨然已经疯魔的印度人在反华排华道路上已经彻底走远，想当然地走向中国另一端，成为整个印度对华既定国策。为此，印度人盲目地放弃了实干兴邦、铸就大国梦的正确路径，妄图凭借对抗中国换来美国的支持，以及在世界舞台中的游离博取发展机遇。或许印度人尚未意识到，尼赫鲁提出的印度大国梦早已不知不觉中变了味道，又或者说，印度大国梦从根源上就萌生在一片扭曲的土壤之上。有声有色的大国绝非盲目的与中国攀比竞争所能实现，样样都想超越中国，又样样难以逾越中国，一次又一次的挫败俨然让印度人心生魔障，甚至将国家正确发展道路抛之脑后，一心只想打败中国。巴黎奥运会上提出金牌数超越中国，最新各国空军实力排行榜单上狂妄叫嚣力压中国，并嘲讽中国的歼20是针对印度空军研制。在自我陶醉、自我幻想这条路上，印度确实早已实现世界级大国梦想，而且无人能及。2014年的印度独立日到来之际，印度国内却出现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妇女游行活动。
只见无数的印度妇女高举着夺回黑夜的标语，行走于大街小巷，她们的眼中更充满了愤怒的神色。与国内的混乱相比，印度在国际上却显得格外吃得开。尤其在美国的战略里，始终将印度作为自己的朋友，更是制衡中国的利器。但美国对印度做出的这种判断，其实是一种严重的误判。正是因为美国对印度做出的这种误判，使得整个美西方都落入了一种尴尬的境地。甚至可以说，美国对印度做出的战略误判，从客观上加剧了自身衰落的速度。提到印度，绝大多数人的头脑当中一定都会联想到糟糕的种姓制度。印度国内经常发生因为种姓制度而造成的社会恶性案件，更是有人因此死于非命。可见种姓制度给印度社会带来的毒害究竟有多大。相比于男性，印度妇女的地位在种姓制度的文化之下显得更为低贱。直到今天，印度妇女的权益依然很难得到保障。2024年，印度独立日到来之前，印度多个城市的妇女就通过上街游行的方式向政府表达了自己内心的不满情绪。曾接受着西化的教育，并与欧美的精英人士来往密切，仿佛他们与底层的印度百姓并不生活在同一个世界之中。也正是因为印度精英阶层的这种表现，印度政府似乎也获得了西方各国的认可。于是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宣传机器的话术体系中，印度这个以暴力和犯罪而闻名于世界的国家，摇身一变就成为了所谓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但美西方对印度做出的这种判断，本质上是一种严重的误判。现如今，随着印度的负面新闻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国际媒体的视野之中，美国也正在为他们对印度做出的误判付出代价。美国的对应战略还要从冷战时期说起，但与很多人想象当中的情况并不一样。在整个美苏冷战的历史时期内，美国一直都将印度当成南亚地区的敌对因素之一。因为在印度国父尼赫鲁的领导下，印度从英国的殖民体系中独立出来以后，就开始大力发展与苏联之间的外交关系。在苏联和印度外交关系总体稳定的情况下，美国人根本挖不动墙角。甚至在冷战时期，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为了拉拢印度，还亲自批准文件，让苏联给予尼赫鲁政府大量的援助。印度也在其国家宪法的条文当中加入了社会主义的字样，这些情况都让美国感到相当难看。所以在冷战时期，美国选择扶持印度的邻国巴基斯坦，巴基斯坦的空军也是在美国的帮助下于冷战时期建立并发展起来的。但在美苏冷战结束之后，印度政府非常灵活地调整了自己的政治站位，而对于美国来说，印度在整个印太战略中的价值是不言而喻的。如果美国能够在冷战结束之后顺利将印度拉拢到自己所领导的阵营当中，对于美国来说，影响将会是极其积极的。而且印度和中国一样，都是人口超过了10亿的大国，大量的青壮年人口随时都可以变成工厂当中的劳动力，这让印度政府瞬间具备了可以被美西方阵营拉拢的政治价值和经济价值。出于美国自身印太战略的需要，美国很快就开始重视起了与印度之间的关系。印度在美西方媒体的口中很快就变成了全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大批的美国企业更是将自家的生产线和工厂成批转移到印度，以便先一步获取更加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加上后来美国一直将中国视为潜在的敌人和威胁，印度作为中国的邻国，当然就对美国产生了更大的价值。这个时候，拉拢印度对美国来说就变得尤为重要了。因此，人们可以看到，进入新世纪后，从美国总统到普通的美国政客都对印度表现出了一种和善的态度。这样做就是想让印度在美国的生态战略中替美国充当围困中国的棋子。2020年2月，特朗普不顾庞杂的国内事务，对印度展开了所谓的友好访问。2021年，拜登政府又公开发表声明，支持印度加入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序列。美国为了拉拢印度展现出的急切心态也因此暴露无遗。但不管美国如何宣扬印度的好，都无法掩盖印度本身的混乱。恰巧由于美国对印度的关注，很多西方媒体也将目光投射到了印度社会的负面新闻上。所以全世界都看到了这样的一种景象，西方媒体一边鼓吹印度是所谓的全世界最大民主国家，但印度又同时存在着各种各样极其恶劣的社会问题，而且这些社会问题让人根本看不到获得解决的希望。直到这一刻，人们才意识到，美国先前对印度释放的善意信号，仿佛是给他们自己挖了一个巨大无比的坑。如果美国非要强调美国和印度之间的所谓友好关系，那么他们就不得不回答几个问题。印度如此糟糕，美国为什么还要不遗余力地宣传印度的正面形象呢？美国政客们口口声声所说的民主制度，是不是也如同西方媒体的宣传话术一样，无比虚伪呢？时间进入新世纪之后，美国成为了当今世界上唯一的一个超级大国，
这也让一些美国的政治人物产生了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错误思维。美军在全世界范围内的行动开始变得愈发无耻和疯狂。这样的做派本身就让美国在全世界人民心中的形象不断下滑。当人们联想到美国对印度做出的误判之后，也不得不更加怀疑美国宣扬的价值观。如果说美国真的在乎妇女权益，那美国的政治人物为什么对印度妇女的悲惨遭遇视而不见呢？如果美国真的注重公平，美国又为什么不去关心印度底层平民百姓的凄苦生活呢？除了印度的糟糕表现之外，当今的美国更是无法解释另一个问题：为什么一直被美国描述成重大威胁的中国反而发展得越来越好？中国和印度的人口都超过了14亿，但中国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却明显高于印度普通人的生活水平。在这种明晃晃的现实面前，美国对印度的宣传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而对于美国想要极力拉拢的印度来说，自冷战时期开始，他们就在国际政治局势中表现出了极强的自主性。即便是在当年与苏联密切相处的情况下，印度依然成为了不结盟运动的领导国家。当初印度可以跟苏联保持貌合神离的外交关系，今天印度就可以将这一套外交手法干脆利落地复制在美国的身上，这使得美国在印度的众多投资随时都有可能面临着打水漂的风险。就连在面对中国时，印度的态度也时常会出现变化。尽管印度曾经多次在中印边境问题上对华进行强硬表态，但印度外长苏杰生也曾表示愿意就边境问题与中方展开沟通。如果印度真的与中国彻底解决了边境问题，美国想要再利用印度遏制中国，或许就会更加困难。作为拥有14亿人口的国家，印度确实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大国。可当前北西方对印度的宣传显然有着很多言过其实的部分。当初西方媒体对印度做出的每一次夸奖，在今天看来都如同是为美帝国主义敲响的一声声丧钟。美国的全球战略走到如今的这步田地，美国的某些政治人物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狂妄自大的心态让美国政府无法正视每一个国家在当今国际政治格局中发挥的作用。美国在过去为了打压中国，不断抬高印度的做法，更是将自己逼入了绝境。一旦全世界都对美国失去了信任，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建立起来的所谓世界秩序也将受到重大挑战。美利坚的最后一丝颜面也将随着帝国大厦的崩塌荡然无存。